基辛格最近又谈论了中美俄三国关系，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失利，战略上呢正在走向被动。那么我们中国呢将会与俄罗斯拉开一定的距离，并且开始和美国改善关系。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基辛格对这个俄乌问题由此而引发的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是非常的关心。最近呢，他在这个纽约的亚洲协会举办的这么一个活动上面呢，再次就谈到了中美俄三国关系问题。这个美国在纽约这个亚洲协会是当年洛克菲勒那边搞出来的嘛，这个是美国有关亚洲政策的一种挺重要的这么一个论坛机构这么一个智库机构，它是这么一个舆论的这么一个场所。它这个还真不同于一般的这种论坛和这个智库，它所起到的作用往往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你像咱们的外长有时候也会参加这个亚洲协会的一些活动，所以它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基辛格在这边来说，应该说他还是有他的一个目的的基辛格的观点呢，主要是两个，就第一就是基辛格对俄罗斯的走势做了一个比较悲观的判断。他就认为这个俄乌冲突至今，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是不佳，最近呢更是这个不断的失利。你看这个丢掉了这个红利曼在赫尔松的东北部，那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被动。如果乌军突破这个第聂伯河向东去推进的话，一过那个河，那东岸那边那是一落开阔的平原，俄军就很难防守。这样呢，就可能会导致整个把这个赫尔松地区给丢失掉。一旦丢了赫尔松，直接威胁到克里米亚的安全，那战局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现在乌东四地公投了，加入了俄罗斯了。那当然，这个国际上是不会承认的而且俄罗斯呢，开始用核武进行威胁，这就让俄罗斯在政治上陷入了非常大的被动，国际环境就被压缩，让原本支持俄罗斯或者保持中立的国家呢，是对这个事儿是越来越难办。它这些国家的回旋空间也在被压缩，而与此同时呢，俄国内部的这个政局开始出现不安定的迹象可能出现这种动荡。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未来也很难修复起来。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把这些所有东西整个统在一起来看，这是一个致命的战略上的失误。第二，基辛格就认为，基于这种情况，俄罗斯呢没有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取得我们中国所预期的，相反呢，这个俄罗斯持续的负面外溢效应呢，让中国呢深受其害。你就比如说吧，这个俄乌冲突就导致了这个欧洲的动荡，那让中国难以推进和欧洲的这个关系，而四地公投入俄呢，让中国的这个中立立场变得更加的困难，因此呢，必须适当的拉开和俄罗斯的距离以这个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回旋空间。而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正在试图调整政策来改善中美关系。基辛格就判断中美领导人将在11月的 G20 峰会上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中美会适当的走近。咱们应该说基辛格对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做了一个客观的分析，他的逻辑非常有意思，就是俄罗斯这个事情搞的是越来越被动，而且是越来越负面，他对越来越消极那这样呢，就会让中国认识到要跟俄罗斯适当的疏远，然后和美国把这关系再拉近一点他这个呢，你说是他的一种判断也行，基于这个逻辑之上他会有他的一个判断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种愿望，或者说他是释放出了一种什么样的这个信号出来，我们其实都可以认真的去考虑一下但是这种结论，这种因果关系其实是未必成立，未必这个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几点。这第一，你看在俄乌冲突这个爆发以来我们始终是保持着这个中立的立场这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和现实利益的选择。我们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对他双方，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的保留。回到现实利益上来说，我们跟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它都有很多的往来和很多现实的利益嘛，尤其是和俄罗斯的在安全能源方面的合作，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也不是因为说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了，我们才跟俄罗斯去拉近了这个关系，也不是对吧？是我们跟俄罗斯建立这个关系之后，俄罗斯这边他采取了特别军事行动引发的这个冲突。那么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我们的战略布局，它的政策是连贯的，不可能像一些国家做这个墙头草啊，这个左右横跳。而且现在这个局势还在发展之中，我们更不可能做出这种突然闪来闪去的这种动作。第二呢，中国对俄罗斯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更不可能说我们期待俄罗斯获得全面的军事胜利，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一点，我觉得基辛格的这个说法它就不成立啊。我们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军事冲突的，不管是谁打谁，不管是打成什么样子这都会大大的损伤我们的利益。你比如说和欧洲这个关系的推进就因为爆发这种冲突，我们就搞不下去了嘛这严重就受到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影响。但是呢，即便说我们疏远了俄罗斯，去靠近美国，这能解决问题吗？也解决不了这第三就会要回到中美关系上，我们来看了。中国一直寻求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呢，美国是基于它霸权的零和逻辑，已经把中国视为首要的对手进行遏制和对抗。中美关系的恶化其实是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所趋。只没有特朗普，谁在这个台上，他也可能会走这一步，可能具体的形式不一样。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美国先把这个事情搞起来的。现在的来讲呢，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跟俄罗斯关系密切了这跟美国的关系就不好了。它这个东西这里边这个逻辑它不成立这个现在已经是美国的一种战略安排了。就算是咱们现在疏远了俄罗斯，美国从根本上它也不可能对中国再好起来，对吧？这个逻辑它是不成立的。所以基辛格这个人看事情其实非常的通透，他说话也比较直接，他有他的美国的立场，也有他的用意。也许他会期待中美关系会好一些，也许他可能是在释放一种信号，不管是它是他的一种判断，还是说他释放一种信号都好，在那个重要的场合，这种声音传出来了，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应该有所重视。